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橡皮套。今天我们继续讲军迷故事、军事故事、军贸故事、军工回忆，中国反引胜雷达研发过程纪实系列第一篇第12章巴铁，从零开始建设瓜达尔港。摘要：我国的外交方针是奉行不结盟的政策，而事实上与中国关系最好的、真正具有同盟性质的国家，就只有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巴基斯坦，我们俗称巴铁。在瓜达尔港，我们的任务不是欣赏美景，而是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军民两用的港口，当然还有其他的附属设施。正文：巴基斯坦，国人喜欢称之为巴铁，在莫卧儿王朝的时代跟印度是一体的，后来被英国占领。二战之后的独立运动，1947年与印度一起宣布独立。后来由于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爆发了3次边境冲突，第3次边境冲突直接导致了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。前2次边境冲突中，中国都保持了克制，没有直接介入。但是我们的铁道兵部队曾经多次深入巴基斯坦，协助为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修复。1971年，印巴再次爆发冲突，印度来势汹汹。为了缓和当时由苏联支持的印度对中国边境的压力，以及苏联对中国西北边境的压力，中国开始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全方位的支持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当时中国的援助，巴基斯坦很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，就已经亡国了。如果没有了巴基斯坦，那咱们现在的周边形势和现在相比也会有天壤之别。正因为如此，巴基斯坦对咱们发自内心的感激，那真的算是生死之交了。巴铁为了咱们，在上世纪90年代不惜放弃30几亿的美元生意，甚至不惜得罪美国，将鹰隼 F-16战斗机的实样交给咱们研究。巴基斯坦人口接近2亿，人口结构比较复杂，有以亚利安为主的旁遮普人，有突厥后裔的普什图人，还有波斯后裔、阿拉伯后裔和印度后裔等等。由于曾经是英国殖民地，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。尽管巴基斯坦本地人的国语为乌尔都语，但是很多人，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日常生活中混合使用流利的英语。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，巴基斯坦与美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。但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1990年，美国以巴铁涉嫌支持恐怖主义为名，冻结了应该交付给巴基斯坦空军的28架 F-16战机，并拒绝退款。你看，美帝又习惯性的耍流氓了啊！其实主要是因为咱们进行了试驾，被老美的机师发现了，那也不怪谁。若是放在现在，派一位维吾尔族或者哈萨克族的飞行员也就没问题了。可是当时咱们技术过硬的飞行员数量太少了，只能派了一个王牌飞行员，跟巴铁的大胡子飞行员站在一块儿。那咱们中国人那王牌那张白白净净的脸不被美国人发现才怪呢。不过事已至此啊，巴铁军方就开始彻底与中国无缝紧密合作，研发了 JF-17、枭龙和 K-8 等战机。同时，海军的海面舰艇基本由中国提供技术，在巴基斯坦进行建造。陆军就更不用说了，咱们包头工厂本着让进来送出去的原则，帮助巴铁重整了全套的坦克生产维修管理体系。而巴铁也将自己手中的多项欧米技术与中国分享，的互通有挺好啊。巴基斯坦对中国而言是目前最重要的战略支点，这不是简单的平衡阿三的问题。从战略高度上来看，这为缓解马六甲海峡对我们的压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也关系到西部地区的稳定以及经济发展。中国对于巴基斯坦是信得过的合作伙伴，是同仇敌忾的兄弟情谊，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。因此，尽管在历史传统、人文、经济结构等等方面两个国家截然不同，但是中巴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却源远流长，深入人心。瓜达尔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，靠近伊朗边界，临近全球原油最大产地波斯湾，就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。从空中俯瞰，它是一个梯形的区域，一个宽大概4公里左右的地峡连接大陆。
T 字形的顶端伸进去海里。18世纪时，统治巴基斯坦的卡拉特可汗把瓜达尔赠送给了阿曼苏丹。后来1958年，巴基斯坦又把它买了回来。嘿，领土还可以买，对吧？一般领土都只能靠打仗拿到的。我印象中好像近现代吧，好像只有美国从当时的沙皇手里买了那阿拉斯加700多万美元，当时美元非常值钱啊。当然沙皇你说倒霉不倒霉，为了打仗筹军费，把阿拉斯加贱卖了，然后钱也没拿到啊。那个金币啊，他要求美元给他的那个金币阴阳还是那个什么，当时不叫美叫金币，给那个金美元，然后还没到俄罗斯就成了。这个领土也没啦，钱没拿到，你说偷鸡不成蚀把米啊！咱们言归正传啊，瓜达尔是天然的深水港，它的地质构造也非常好，应该说做民用港口和军用港口都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。由于巴基斯坦国内缺乏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资金支持，瓜达尔港在1993年以前都还只是个小渔村，其优秀的深水港资源并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。附近大概10公里左右的瓜达尔市规模也不大，也就5万人左右的规模，人很少。当年我国提供了援助性质的勘探和设计支持，并未大规模参与瓜达尔港的开发。2000年前后，由于新加坡和印度在美国的鼓噪下，在马六甲海峡通航和藏南问题上持续对我国讹诈，我国加速了瓜达尔港的建设的步伐。后来由中港集团进行设计，并提供了相关的融资配套，使得瓜达尔港的建设快马加鞭了起来。其实我挺舍不得我的大徒弟李卫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军令如山倒，必须马上动身。瓜达尔港的自然条件要比南港和汉班托特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这一次任务很紧急，因为上头有令，港口新年一开始就要开始运行，中港的建设者们3月份都已经开工了，而包括海事引导和航空空域管理等等方面，基本都还是零。用争分夺秒来形容当时的工作状态一点都不过分。我们厂里接到通知，在10月底之前务必交付20几套各型装备，后期还需要提供更多。说句心里话，放在过去这可是咱们厂里接近1年的产量，就这么3个月之内要交付使用，压力非常大。对我们车间而言，已经好久没有通宵加班了，这一次也开始通宵加班了。在瓜达尔港这边，工厂从国内派出了精干的队伍。由于黄处长那边南港和汉班托特港也是极为重要，因此这次带队的是老熟人江处长。另外还有技术处和其他车间的同志，一共10位兄弟。我们车间也派过来一位师弟小王来协助我的工作。这次的任务真的很紧，可谓是时间紧任务急，因为当地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个小渔村。巴基斯坦最重要的港口是在卡拉奇，也就是在瓜达尔港以东大概450公里。瓜达尔港的建设就是从零开始的。不过瓜达尔港的交通还算方便，陆路有国家的公路，当时还不是高速公路，后来中铁集团过去之后才修的高速公路。海上可以远远眺望阿联酋和阿曼，虽然经常啥也看不到，由于靠近石油运输的海上主干线，有时候能看见巨型的油轮通过。当然我们的任务不是欣赏美景，而是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军民两用的港口，当然还有其他的附属设施。中港集团在当地有办事处，我们就住在办事处里边，还亲切地称之为中国城。有中国人的地方真的好，吃住都方便。刚刚到那里的时候，基建工作才刚刚开始，什么都没有，办事处就在山脚下，分成了工作区、库区和生活区。由于当地的城镇规模无法支撑如此规模的基建工作，因此最初大概600名施工人员都是从国内派出过来的。建设所需要的施工设备和原材料全部来自国内，由远洋船队带过来。生活物资有一部分从国内过来，大多数是从附近采购的。当然，这是我刚刚到那边的时候当地的情况，因为当时的瓜达尔港名义上还属于新加坡港务局管理，咱们建设的2期以及军港在老瓜达尔港的另外一边。后来到了2008年，新加坡港务局撤出以后，中港集团高峰期派出了大概4000多人的队伍打会战，
加上工程兵部队协助进行瓜达尔机场扩建工作，还把旁边的山给挖空了，总共大概用了6000多人。我们要么不干，要么就是大手笔，是吧？我们提前来到办事处，主要是进行前期的协调、设计安排、物资准备，跟斯里兰卡一样，预警系统全部来自国内。但是不同的是，斯里兰卡那边已经准备了2-3年，虽然后来雷达在催货，但是前期准备已经准备了七七八八了。瓜达尔港这边是啥都没有，需要军政府方面协调。具体的说，比如供水、废水处理、供电等等，都要一步一步来。搞这种大型综合性工程，不是我吹牛，这个星球上还没有比咱们中国人做得更好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中国人就是基建狂魔，对吧？这个基建狂魔的头衔啊，不是吹牛逼吹来的，实至名归啊！我是带着行李直接过来的。刚刚开始住在港区的板房里边，后来由于中方人员较多，就在瓜达尔港市区机场南边那里修了一片住宅区，把我们这些非港建的人员都迁了过去。再过了大概半年时间，扩建了杰纳赫大街，就跟国内城市那种标准解放大街一样，双向8车道，笔直，整个瓜达尔一下变得高大上起来了。就在港建大军、筑路大军和基建大军风风火火地开展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小王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和我同校毕业，专业略微不同，比我小4届，现在已经是车间的技术骨干了。刚见到小王的时候啊，非常激动，听他给我讲了很多车间和厂里面最近发生的事儿，太亲切了。好久没有厂里的消息了。小王比较开朗，不像我那么闷。在港区，我们2个就住在一间宿舍，彼此刚好有个照应。也许这是因为他性格开朗，所以感情生活比较丰富，很早就有了女朋友，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我平时喜欢低头干活，不喜欢吹牛。后来收了徒弟李卫之后，还可以帮我打下手。现在换成了小王，倒是可以缓解工作的枯燥感。瓜达尔港的天气稍微干燥一些，温度也比斯里兰卡凉快一些，但是刚开始这边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纯净水。水车每天从瓜达尔镇开过来，但是水质很差，而且有一股怪味道，只能泡茶喝，就是用茉莉花冲淡那些涩的怪的水的味道啊。好的茶叶还不能喝，只能茉莉花茶，香味多啊，冲淡一些那个怪味。还好吃饭都在中港的食堂里边，有中餐吃，也有啤酒，这个倒是挺有意思。伊拉克的普通集市里是买不到任何酒类的，但是同样是伊斯兰国家，巴基斯坦就可以买到啤酒，是不是给我们中国人网开一面呢？其实我喝不了什么白酒，有啤酒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中港派了一个现场工程师刘工，配合我们进行土建的设计和施工。我和小王负责设计港区的海事雷达系统、机场的预警指挥系统以及另外一个区的预警系统。在布局方面，因为早就有了规划，所以按照规划摆东西就可以。但是呢，具体的建筑尺寸和安装尺寸，要我们根据设备尺寸和以后实际操作的要求，结合现场来确定。这个对我来说就已经非常新鲜了。本来我是搞售后和技术支持的，现在有机会做设计了，这对于拓宽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好处颇多。刘工问我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，我说有，那就是通信和上网。因为如果能够跟工厂保持实时联系，我们的工作效率和准确率将得到很大的提高。这个难题刘工搞不定，于是他就带着我去请示指挥部的领导。指挥部领导也是面露难色，说技术上可能有困难，因为要从瓜达尔市区拉一根专线去港建区，就算不考虑成本啊，也可能需要一段铺设施工时间。我听了以后就笑了，跟领导说，这个事情对我们搞雷达的人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我马上请示江处，从国内调微波通信站过来。江处长说大概需要1个星期，结果他只用了3天，核心设备就到了。于是我和小王配合拆箱，然后用了不到1周的时间，在机场、生活区和港区之间分别架设了微波通信站。我前面说过，搞雷达的都是全才，这点事儿对我们来说还真不是事儿。而且港区和生活区的微波信号站还搭载了中国移动的信号放大器，能打手机了，能够搜索到中国移动的手机信号。我在国内养病期间，曾经买了一部经典的诺基亚3310，
微波站建设的时候，就是用那个手机做了测试，除了电话费太贵，其他简直就是完美无缺。我厉害吧？指挥部的领导知道了这个事情，非常的高兴，连夜组织了庆功会。说是庆功会啊，其实就我们几个人参加，因为我们的身份对外还是保密的，因为我们是军工厂出来的，都是要保密的。庆功会上，我向指挥部领导请求一辆车，这样办事就方便了。其实啊，我们这个组只有我跟小王2个人，刘工并不算我们组的全职人员。按理来说，我是没有资格申请车的，但是由于业绩突出，帮大伙儿都搞定了那个手机了，大伙儿都开心死了。那个现代通讯方便，真是离开它就不能活了。指挥部领导特批了一辆车给我们，但是有个前提，必须要拿到巴基斯坦的驾照。港建总指挥部其实是由中方和巴方共同组建的，中方是由中广集团统一负责协调，各兵种、设计院、施工单位和北方集团、精密集团、中船、广船等等负责施工、运输、仓储和码头管理，巴方负责于当地的协调。巴方的负责人是一名将军，足见巴方对瓜达尔港的重视。据说中巴两国长期规划是要在瓜达尔地区新建液化气装置，然后将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用超级油轮运到瓜达尔港，然后从瓜达尔通过陆路管道输送至我们的新疆，与独山子方向的西气东输主管道连接。如果一旦这条线路开通了，那么中国长期依赖马六甲海峡输送中东石油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。当然，从中巴两军合作的角度，瓜达尔港将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，成为未来海军和空军在海外最重要的基地。指挥部领导带着我去找巴方指挥部的负责人，我掏出来在瓜达尔机场买的小本子，记下了他的名字：苏拉瓦底少将。指挥部说明了我们的来意，请苏拉瓦底少将协调办理驾照的事宜。我知道港区的施工车辆都是中国人在驾驶，港区内只要有国内的车辆驾驶证就可以。但是出了港区，其实有驾照的中国人并不多，于是就掏出来我随身携带的伊拉克驾照给苏拉瓦底将军看了一下。将军接过去看了一眼，非常吃惊，操着咖喱味道浓烈的英语问我是不是穆斯林，怎么会有伊拉克的驾照。原来将军懂阿拉伯文，其实这也不奇怪，乌尔都语本来就是用阿拉伯字母的。我说我是中国人，在伊拉克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将军似乎很感兴趣，但是又不方便多问，就嘱咐旁边的秘书让他去帮我办理。于是下午秘书就带着我去了一下瓜达尔市，根本就不用等，直接进去办，一会儿功夫马上驾照到手。巴基斯坦驾照到手了。于是在搬家去新的住宅区之前，有了我们的小轿车，是一辆本田小轿车。我的内心其实是抵制日货的，但是在2002年确实很难在国外找到我们国产的小轿车的影子。现在倒是很容易多了。我去年在马来西亚居然看到了奇瑞在当地的工厂。随着中国企业逐渐走出去，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面了。新的住宅区有点像那种亚运村的结构，都是3层小楼、小套房，2房1厅或者3房1厅的，大部分是中国人，也有巴基斯坦的军官或者政府官员。我和小王分了一套2房1厅，1人1间，感觉舒服极了，很爽啊。我们白天忙完就在港建区的食堂里面吃饭，吃完饭然后就回去。巴铁为了中方人员的安全，特地将住宅区用围墙保护了起来，还派了双岗，需要通行证才能进入。我们挺感激巴铁的热心的，他们给这个住宅区起了个很好记的名字，叫做红区。我们觉得这个称呼有点容易让人产生误解，私下里都叫这里南泥湾。瓜达尔的地质条件非常好，3层楼都不用打桩，基本也没有什么沉降。我们晚上回来没事了，就在围墙内跑步，或者组个队跟巴方人员打篮球，直到网络开通。这期讲完了，老铁们喜欢的就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谢谢大家。